大家好，還記得我們上次聊過那些不經意間暴露你沒錢的信號嗎？今天咱們來個反轉大戲，聊聊那些真正有錢人的小秘密，看看他們到底是怎麼想怎麼活的。別再傻傻以為有錢人都是靠運氣或者歪門邪道了，世界早就變了。現在啊，真有本事的人靠的是智慧創新和投資，把自己的人生玩得風生水起。我知道一提到錢，總有人眼紅，但記住，那些愛抱怨、愛仇富的，往往都是輸家。如果你也想加入贏家俱樂部，那就點個讚，關注我們，把這期節目轉發給更多人。你的支持就是我們最大的動力。準備好了嗎？咱們這就來看看真正富有的人身上都有哪些獨特的印记。第一個信號，想象一下，你突然不能工作了，沒收入了，但你的生活質量一點沒受影響，甚至能舒舒服服地過上1年多，完全不用擔心錢。這聽起來是不是很爽？沒錯，這就是財務自由的第一個信號。窮人是為錢打工，而富人呢，他們讓錢為自己打工。你投資的越聰明，你的生活就越有保障。真正有錢的人，就算突然沒了工作，也不會立刻崩盤，因為他們早把未來牢牢掌握在自己手裡了。咱們再來聊個可能顛覆你認知的。對你來說，年入100萬是不是天大的事兒？可對一些人來說，年入100萬那只是毛毛雨，根本不算什麼巨款。很多人夢想着成為100萬富翁，可真到了那個份上，才發現扣掉各種開銷稅費，到手其實也沒多少。我給你算筆賬，如果你從25歲開始，每年能存下100萬美元，存40年，到65歲退休，總共是4000了。這數字聽着是不是很唬人？但如果你再聰明一點，把这些錢投入一個每年能給你帶來6%固定收益的投資組合，再算效複利，你猜到65歲時，你手裡會有多少錢？是1.8億。看到沒？100萬身家，在新世界裡可能也只是中上而已。要真想邁入富人俱樂部，那得是千萬級別起步，而且你的錢還得能流動起來。第三個信號是你有沒有那種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感覺？你有沒有覺得自己像個被困在籠子裡的鳥，想飛卻飛不出去？真正有錢的人從來不會有這種束縛感，他們是自己人生的舵手，想改變就改變，想去哪兒就去哪兒。舒適當然好，但過度舒適會消磨你的鬥志。當你感覺整個世界都在你腳下等着你去探索的時候，恭喜你，你已經走在富有的路上了。什麼叫真正的富有？不是你擁有多少物質，而是即便所有東西都轟然倒塌，你也能從零開始，並且堅信自己一定能再次成功。這時候，你的價值就體現在你的知識和技能上，他们是別人永遠奪不走的財富。你可能聽過億萬富翁離婚，資產被分走一半的故事，我們這些普通人聽了都替他們心疼。可對那些真正懂得賺錢能道的人來說，錢沒了還可以再掙，因為他們已經掌握了賺錢這門技術。這才是最划算的投資，也是你最強大的自由。當你不再為了錢而奔波，而是為了影響世界、幫助他人，甚至是為了名垂青史而奮鬥時，恭喜你，你已經擺脫了金錢的束縛。錢對你來說不再是必需品，而是一種工具。這種微妙的轉變會讓你活出真正的熱情，而錢反而會自己找上門來。你有沒有聽過人抱怨說高檔餐廳的菜盤子大，食物少，價格還貴得離譜？他們會說這點錢都能買多少漢堡披薩了。別笑話他們，這真不是他們的錯，只是貧窮限制了他們的想象。他們不明白，真正有錢的人付的不是食物本身，而是那份獨一無二的體驗。昂貴的食材、頂級大廚的專業技藝，還有團隊精心為你打造的氛圍，所有這些加起來，才是一場讓人難忘的美食之旅。你為的是品味，是享受，是文化。再來一個細節，你去餐廳點菜的時候，是不是還在緊盯着菜單右邊的價格？還記得以前的日子嗎？我們總是不自覺地從價格從低到高篩選，但等你真正有錢了，這種習慣會悄悄失。你會直接看自己想吃什麼，甚至根本不會留意價格。這個轉變很微妙，可能你自己都沒發現，但它真真切切地反映了你內心深處的安全感。下次去餐廳不妨偷偷觀察一下自己，是不是也這樣了？你有錢了還會不會到處炫耀？真正有錢的人會告訴你，根本沒必要。金錢就像你追了很久的女神，一旦真正擁有，反而沒那種迷戀。那些西裝革履、珠光寶氣、一日為見，恨不得把我有錢寫在臉上的人，往往都是在打腫臉充胖子。可笑的是，很多時候這些忙着炫耀的人，其實都在給那些穿着 T 恤牛仔褲，看起來普普通通，甚至有點窮酸的人打工。這個世界就是這麼奇妙，富人活得像熊人，所以他們一直富；窮人聽命裝富，所以他們一直窮。第9個信號是你懂不懂藝術。很多人不理解，一幅畫幾筆顏色憑什麼能賣上億？他們分不清梵高、波洛克和羅斯科的區別。但你知道嗎？藝術品市場是這個世界上少數幾個還沒被完全監管的領域，它的價錢全憑有人願意出多少錢。而且這還是一種利潤超高的投資，只要人類文明還在，藝術的價值就會不斷攀升。所以提升你的藝術修養，投資你的審美，就會讓你在人群中脫穎而出，看到別人看不到的價值。你對稅收的看法也能暴露出你是不是有錢人。很多人覺得
賺得多就該繳得多，天經地義。但當你真正開始創業，你會發現，你付出100%的努力，結果卻被拿走一半，這公平嗎？沒有那些冒着巨大風險、辛辛苦苦創業的富人，沒有他們創造的就業機會，沒有他們發的工資，這個世界會變成什麼樣？所以，當你也成為那個努力打拼、創造財富的人時，你也會想盡辦法，在合法合規的前提下，保護好自己的勞動成果。這需要你不斷學習投資知識，才能在規則之內優化你的稅負。你身邊有沒有那種能為你指點迷津的貴人？幾乎所有成功人士都有自己的導師，這些人在某個領域比你更有經驗，能幫你避開他們曾經踩過的坑，少走彎路。一個好的導師能讓你的生活突飛猛進，但選錯了導師，那個就是誤入歧途，注定失敗。記住一點，那些自己都沒成功的人，他們的建議聽聽就好，別當真，因為他們只會紙上談兵。再來，你有沒有不止一份收入？真正的富人從來不會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，只有一份收入，那真是太危險了。前面看，如果你的主業突然出了問題，你一下子沒了收入，全家人的生活怎麼辦？如果股市暴跌，你還有房產和知識產權收入幫你墊底。如果不幸出了意外不能上班，被動收入也能幫你扛起賬單。靠單一收入，不管掙多少，都像是住在紙糊的房子裡，一陣風就能吹垮。多維度賺錢才是真正的安全感，不用擔心每個月的賬單，這是富有最實實在在的福利。水電煤氣、房貸車貸，這些基本生活開銷你再也不用操心，你和家人的基本需求總能得到滿足。這種安心是很多錢都買不來的。但別誤會，不擔心賬單不代表你從此就高枕無憂了，因為即便你富有了，如果你是老闆，你的事業還是會讓你夜不能寐。創業的壓力和給別人打工的壓力根本不是一個量級，打工的下班就能把工作拋腦後，可作為老闆，你得時刻想着公司的發展，想着怎麼養活這麼多員工，怎麼才能更上一層樓。可能短時間你能放鬆一下，但很快這些思慮又會捲土重來，這就是企業家要付出的代價，也是他們與眾不同之處。很多人說金錢買不到幸福，這話沒錯，但金錢卻能買到舒適、健康、時間和機遇，這些你都可以和你愛的人分享，去體驗更廣闊的世界，去創造更多美好的回憶。而且奇怪的是，真正的幸福往往來自於讓別人幸福。如果你能正確地使用你的錢，你就能幫助更多人，看到更多笑容。當你擁有一個充滿愛的家庭，並且能用財富去滋養這份愛時，你就會發現幸福其實唾手可得。你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富有，關鍵在於你打算用這份富有去做些什麼。最後再送你一個彩蛋，真正的富人竟然會暗自期待下一次金融危機，聽起來是不是很瘋狂？但對他們來說，金融危機簡直就是1年1度的黑色星期五或雙11。那些靠投機炒幣看漲看跌的，才會在危機中崩盤。而真正的富人呢，他們知道市場下行時正是買入房產、股票、優質資產的最佳時機，低時7折都搶不到的好東西，這時候卻能以更低的價格入手。窮人在危機時嚇得趕緊存錢，而富人卻會勇敢地殺入市場。所以記住巴菲特那句話：別人恐懼使我貪婪，別人貪婪使我恐懼。換個角度看世界，你會發現不一樣的機會。好了，今天咱們聊了這麼多，你覺得還有哪些信號能看出一個人是不是真的有錢呢？在評論區告訴我你的看法吧。別忘了點讚訂閱，這裡是堆金機遇，咱們下期節目再見。